大家好，我是懂车又懂你的旭子。今儿咱们一起看看新款哈弗 H9 到底都哪儿变。其实后面、侧面都没变啊，它所有的外形变化全部集中在车头这个部分。中网换了，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然后它的前杠造型其实也变了，尤其是雾灯是比较明显的。我那个20款是原雾灯，然后这个新款呢变成了这样3个灯头的竖向排列的雾灯。必须得说句公道话啊，就是之前看照片觉得它这个新中网特别丑，但是现在看到实车呢，确实这个视觉效果会比看照片还是要好一些的。那以上就是所有看得见的地方的变化。但是这车呢，其实看不见的地方在外边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啊，它在车头现在是直接原厂就预留了绞盘的安装位。那在车尾呢，现在这个车也是增加了拖拽的资质。在底盘上看不见的地方呢，这个车的前传动轴和前驱动轴全部都做了强化。再有就是它的动力，现在是国六 B 的排放标准了，那么它仍然还是可以加92号油的，这个是很厉害的啊。但是为了还能加92号油，动力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牺牲。这款车呢，它现在最大功率比我那个20款要降低了5千瓦，是160千瓦，但是峰值扭矩没变，还是385牛米。那以上呢就是外边的一些变化，车身的颜色没变，还是黑白灰绿这4种颜色。哦，对了，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变化啊，但是你能听得见，就是这个车呢，它整个 NVH 都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加强。所以刚才我也实际开起来试了一下啊，确实比我那个20款感觉要更安静了。实际上20款已经非常非常安静了，但是这个车整体会变得更安静啊，所以表现更好了。那么它这个动力系统呢，我开了一下，我是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区别，和之前老款开起来的感觉还有动力表现，我觉得都是非常接近的，差不多。咱看看内饰啊，这个内饰最重要的一点变化就是在这儿啊，中控屏换了，相应的呢，这个内饰这一部分的造型也跟着中控屏也有了一些变化。这个中控屏呢，现在升级到了12.3英寸的一个大宽屏啊，这个看起来确实比我那老款的屏要显得要科技感强很多，而且看着确实痛快了，这个非常喜欢啊。那么它这个系统呢，现在也是用的腾讯 TAI 3.0 的这么一个系统，其实它整体就是跟现在哈弗品牌主流的最新的车型基本上啊，这个车机都是同一个水平了。这个车机呢，它整个这个界面的设置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晰且科学的。你看它左边是这种功能栏，哎，你摁哪个就切到哪儿。而且它现在因为有腾讯加入嘛，所以有这个腾讯随行，这里边呢，像这个就是你可以微信共享位置啊，车机上都能看到，或者你也可以直接用腾讯地图的导航啊，当然你也可以用高德地图导航，它是双导航的这么一个车机。然后呢，里边还有各种音乐、娱乐啊都在。你看它已经把 QQ 音乐呀、喜马拉雅呀什么的全部都集成在这个多媒体娱乐系统里了。像是我那个老的车机呢，它其实也能下载 QQ 音乐，但是它是后下的，它跟整个这个车机系统就是没有完全的打通，所以特别不好用啊。所以我尽管下载了，但是从来不用啊，用一次就不想用了。但是现在它把 QQ 音乐直接集成在这个原厂的车机里边了，本来就有啊，这样一来就好用多了啊，这个也是一个巨大的提升。然后看一下其他功能啊，你看什么全民 K 歌、爱奇艺、抖音、智慧停车什么这那的全都有了，而且看这儿多了一个行车记录仪。在这儿可以看到啊，这个老款 H9 是没有的，新款原厂就自带行车记录仪了。大家看看效果，哎，你还可以录像啊、拍照啊都行，而且它相应的配合，你看在这儿啊，这儿有一个星键，这是一个自定义按键，摁一下，你可以选择这个自定义按键的功能啊，这个可以是音乐相关的，可以空调。也可以是车机回主页，当然也可以呢是行车记录仪拍照键
啊，或者你可以打开360环视啊。然后手机互联这个是一个遗憾啊，因为我那个老款的车机是带苹果 CarPlay 功能的，但是这个新的车机就没有 CarPlay 功能了，已经取消了。不过呢，尽管没了 CarPlay， 但是因为它现在导航已经双地图了，然后娱乐系统 QQ 音乐啊、喜马拉雅什么咱们常用的都已经全部内置了，所以你用 CarPlay 无非就是导航加听歌嘛，这个车机已经全都有了，甚至它连微信，你看在方向盘上还有专门的一个微信的按键，就是它已经非常全面了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没有 CarPlay 也无所谓了。再有啊，可以看到在这儿增加了就是长城品牌非常爱用的这个驾驶员监控系统，而且在这儿啊也可以看到有对着车内的这样的摄像头了。这个驾驶员监控系统呢，它有这些功能：疲劳监测、拨打电话监测、路口分心提醒、抽烟监测、视线亮屏和媒体手势控制。咱们先试试这个媒体手势控制啊。它就是你一挥手就能切歌，跟宝马那个特别像啊，而且确实很好用。咱们再试这个抽烟监测啊，这挺好玩。咱们不真抽啊，就比划一下。请注意安全驾驶，即将为您开启主驾抽烟模式。它就是会看见你抽烟的时候，把这个主驾的车窗开一个缝，然后呢把天窗遮阳帘开半截，然后天窗翘起来。当你抽完烟之后呢，它还会自动关闭。现在因为换了这个大的车机屏幕，所以整个这块造型变了，就导致呢原本我那个老车机它在这儿是有那个音量旋钮的，有实体键的，但是呢这个新车机就没有了。那怎么调音量呢？就在这儿，这儿有这个最新调音量的这么一个控制。就是必须要说啊，我是特别不喜欢这种没有实体键的这样调节的方式的。但是呢它这个车机好在哪儿呢？你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所有的你下滑以后的控制的这些选项全部都在驾驶员这一侧，就说明这个系统工程师啊还是下了功夫用心了啊，这个值得表扬啊。另外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多功能的这个方向盘来调节整个系统音量是没问题的啊。那车机大差不差啊，就是这样啊。总之就是这个车机比我那老款车机强太多了，非常非常的羡慕，非常非常的想要。然后呢，这个车在配置上还有一个调整在哪儿呢？就是它增加了一个全自动泊车的功能，但是现在这辆车还实现不了，它要到9月份会给你 OTA 推送这样的功能。你看这里边就有细节啊，9月份 OTA 推送这个功能就说明什么？9月份之前这车肯定已经上市了，所以我估计这车应该是在8月份8月27号成都车展上市，我估计是啊，到时候咱们看看是不是。那除了这个配置变化以外呢，整个这个座椅你看上去好像没变，但实际上它里边的这个架构和表面其实都做了重新的设计，只不过模样看起来和老款是一样的而已，但是坐上去也是不一样了，摸上去也不一样。首先你摸上去啊，这个皮质，你看我的那辆 H9 已经选了纳帕皮了，已经是它最好的皮质了，但是这辆明显手感更好，明显要更柔软更细腻啊，这个皮质要更好了。而且它尤其是这个座椅的就是侧面也会比我那个老款的要更软一点。前排座椅这个位置你会感觉就是屁股最吃力的这个位置，你会感觉坐上去以后它的弹性更好了。所以呢整个这个前排座椅它的舒适性我和我的同事一致认为是有比较明显的提升的。这个后排座椅它也是一样，就是侧边会明显变得更软了，但是呢它中间这个芯儿的位置没有变得更软，就是不像前排的舒适性提升那么大，但是整体也会觉得比我那个20款的 H9 坐上去还是要更舒服一点的。
好了，最后咱们总结一下新款哈弗 H9啊，先要补充一点，就是之前有传闻说这个新款 H9呢仍然可以选老款，也就是20款的那个前脸造型，但是我专门问了一下厂家啊，人家说确实是不可以的，所以新款 H9就是这一张脸了。那么所有这个新款 H9它所做的改变还有进化升级，在我这个20款的老款车主的眼里啊，在我看来确实都是非常精准的啊，因为都是我想提升的地方，尤其是它的这个车机啊，是我非常非常想要的，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一次改款升级呢，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它就是对于之前老车主使用过程当中觉得还不够好的地方，全部都做了提升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做的是非常到位的。好了，这个就是新款哈弗 H9，就这么着，拜拜吧。